我想就是说到自由。我前30年在中国是在一种完全没有自由的。混血儿在中国那个时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被人家不知道作践成什么样子。但是后40年是有无限的自由。书信世界里的赵青阁与老舍，那个时候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自己要走什么路。我是韩秀 ，Teresa Basaki。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是韩秀。哇，全是中文书啊！这里是美国人的面孔，一口地道的京腔，坚持用繁体字写作，至今为止出版了46本书。新疆这些地方，我也关心犹太人。这让我经常会产生一种是在跟中国人聊天的错觉。德国、俄国。用韩秀自己的话说，他的一生非常的传奇。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中国人。1946年，韩秀在纽约出生，1岁半时被托人送回大陆，从此跟着外婆长大，开始了他在中国的前30年。世界里的赵青阁与老舍，根本就是我跟他的通信。他就把这些都放进去了。是。他们都说您是听着那个老舍先生故事长大的。没错，没错，没错。舒先生喜欢我，因为他觉得我特别真。我听到一个故事，我觉得好听，我会笑起来；我要觉得好难过，我会大哭。所以我不会去掩饰自己的情感，所以他常常拿我做试验，就是他讲了以后给我听了以后，然后他就告诉别人说那个不要了，那个不要了。他小慧连笑都不笑，不好听。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感谢您啊！看到老舍先生那么多好的作品，原来可能有很多都是出自您的选择。那个时候，韩秀和外婆住在北京的干面胡同，与老舍、齐白石、马连良等这些文艺界的大腕都是邻居。然而，这片胡同带给他的宁静与祥和，却无法抹去那个时代带给他的伤痛。因为我从小我就知道，我不属于这儿，而且混血儿在中国那个时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被人家不知道作践成什么样子。8岁的那一年，在天安门前集会。然后他们就把一些美国的国旗，还有，因为我就很清楚记得艾森豪威尔，是因为有艾森豪威尔的画像，他们就堆在我旁边，让我站中间，然后他们就点火，就烧了那些美国国旗和什么的。集会完了，他们老师带着学生都走了，我还站那里。就一个北京市民，就一个普通极了的一个北京市民，骑着一辆这个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然后他问我，他说你知道不知道你家在哪儿？我说我知道我家在哪儿，我在这干面胡同2上。然后他就骑着那哐啷啷乱响的车，一直把我送回家。那整个那个集会带给我的伤痛，远远没有这一个人带给我的温暖。让我觉得那么好，我就觉得这天下总是有好人。果不其然，我到山西的农民对我好的不得了。他们说这小孩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来了这儿了，你看吃苦受罪的，他们对我很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中国的老百姓真好，真可怜，真要命。这个状况是这么恶劣，他们还是那么好。在一片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中，韩秀因为一则此生不得录取的批语而无缘大学，被下放到山西农村插队。
在那里，韩秀跟当地的农民一样，去地里干活，拆洗棉被、纳鞋底、做布鞋，非常的忙碌。但是他却说，那是记忆当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因为在那里再也没有人把他当作异类，再也没有那些歧视，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然而，一切的美好都随着文革的开始而终结。韩秀回忆说，外婆家在文革期间被抄了8次，而他自己为了避难，随着兵团来到了新疆，开始了他长达9年的南疆生活。那一年，他21岁。我21岁的那一年，正是文革武斗高潮。在一个批斗会上，他们当场把人打死。我才21岁，我已经见过了很多很残忍的事情，但是我没有见到像这么样不能忍受的事情，所以我就开始要站起来。所以那个民兵就冲过来以后，他手里头是一支步枪，他就那个步枪的枪托直接就打在我后脑勺上，所以我当时人就倒下去了。因为这是你不可以不看，你不可以不参加，你不可以不面对他们的残忍。所以2个民兵就把我拖出去，就丢在那个沙漠里。我就很感谢那个塔什克拉玛干大沙漠，那个沙子是会动的。如果沙子没把我盖住，我一定冻死了，因为那个温差有60度。3天以后，我醒过来。您昏了3天？3天，这个是21岁的事情。到2002年，我开始严重的神经痛。到2012年接受开颅的手术。我有过一次检查，是检查那个痛的那个指数，它也是0到10。我的手指接上那个仪器之后，那个针就一直打到10，打断。可是，在2002到2012这疼痛的10年当中，我写17本书。我就是不肯认输，我就是不肯认输。您有没有特别怀念一些老北京的小吃？我大概最想炒肝了。对，炒肝这里找不到吧？没有，这没辙了，这绝对没辙了。你们那会儿在新疆都吃什么呀？兵团它是那汉人聚居的地方，州离着挺老远才能有维吾尔老乡。然后这兵团又跟人家维吾尔老乡关系特坏，对不对？所以我是不管那个，我心里想，这个地方鸟都不下蛋的地方，对不对？你想活着出去，你不得把自己身体稍微照顾得好一点。所以我常常去维吾尔人的地方，我也学维吾尔文。所以您说当时那个新疆人和汉人的关系就很紧张，是吗？当然不好，你占了人家的地方，砍了人家的胡杨林，然后你截了人家的水源，你要人家怎么过，对不对？所以今天他们说这个那个，都是欺负人家，虐待人家。现在又把30万维吾尔人什么的关起来，还不准人家穿人家的衣裳，不准人家念《可兰经》，你这兵团在那儿的时候就拆了人家不少的清真寺。1977年对于韩秀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年，当时的中国急于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这让韩秀觉得自己回家的机会来了。1977年的2月，正好是总统生日的那一天，我到了那条白线上，那个美联储门口的那个中国警卫才看见我。他说：“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一个美国人，我的护照过期了，我来换护照。”他就笑了，他说：“你不是美国人。”我说：“为什么你这么说呢？”他说：“今天他们放假，你要是美国人的话，你一定知道今天他们放假不开门。”我就想，我说这可真的是，这不知道是上帝闭上眼睛了还是怎么样。
我正在发呆的时候，一辆车子一直冲到这白线这儿，是我们的一位领事先生。1978年，在美联储的帮助下，韩秀终于回到了美国，回到了那个属于他的地方。哎 ，Jeff， 你看，你就知道这个时候到了，真好，我来去玩。真好，真好，真好。很快，韩秀结识了外交官杰夫，两人于1982年结婚。从此，韩秀开启了他生命中的另一篇章。这是我们结婚82年，然后我们离开华府启程到台北。对，那个时候那也是很有意思的时候。然后高雄结束以后是希腊时期，还有是罗马。哦，这个是有意思，是我的书，1995年又出英文版。1995年出英文版，2000年的时候他们办展览，所以这是我跟我的这个。这是在台湾。在台北，对，这在台北。有中国人的地方，我经过了大陆，也经过了台湾。我在台湾感受到的温暖，感受到的和平安详，都是整个中国大陆没有的。我1990年出版第一本书，然后在高雄的3年里头，我有200场演讲，出版6本书。还有他们这个社会对文化对文学对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是非常爱惜的。台湾的年轻人可爱得不得了，所以我在台湾，所以我常常说，台湾是我的文化原乡。所以所以我也是坚持我的书在台湾出版。这也是为什么我在美国有什么样的力量干涉到台湾的自由，侵犯到台湾2300万老百姓的这个权益的时候，我都会站起来说话。这是做的这个，你们会看见这条 quilt 挂在这个工程大，因为这个有1264片。这个你看。那您自己有没有对比过您前30年在中国的这个经历和后40年在美国的这个经历？您觉得给您最大的感受不同地方在哪？我想就是说到自由，前30年。我没有写正体字的自由，我没有独立思考，而且能够把这个思考表现出来的自由。我没有不住在某一个被他们指定的地方的自由，我没有行动的自由，基本上是这样。这个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是成千上万的人都有的一个共同的状况。我回到美国以后，所有的人都问我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做这个？你喜不喜欢做那个？选择在哪里？选择在这里，选择在我自己。我要，我愿意，我全力以赴。你有一个会做饭的太太，你知道 ，This is very very lucky。他也很 lucky， 因为他有一个可以洗碗的先生。